说什么也不行，确实是不行。店主，您看这样，我一个人可以做2个人的工，工钱也无妨的。赶紧走！我什么都能干的，真的。没有户籍找什么工作？赶紧走！我什么都能干的，您再考虑考虑。娘子，我们店真不招人，你去别处看看吧。这要让上的花行知道我们招你这样没有户籍的黑工，我们也得被重罚。你呀，赶紧走吧！啊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店主，户籍我会想办法补办的，您通融我2日。这怎么通？哎，等你有了户籍再来，好吧？哎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您若是需要的话，随时通知我。告辞。以后别来了。哎，您来了，娘子。里边请。娘子，我们店呢，真的不敢招这么没有户籍的人啊。你呀，再去别人家看看吧。啊。有劳了。多谢。娘子，要喝什么酒？请入座。啊，我不是来喝酒的。我刚刚站在门口，看到这么大的酒肆，全都是你，里里外外的忙，着实辛苦。要不要考虑招一个像我这样的小工给你做帮手啊？自家小本买卖，用不着请外人。你走吧。工钱都无所谓的。娘子，有什么？不必多费口舌了，快些离开吧。娘子，请留步。平日店里只有五娘一人打理，实在辛劳。这位娘子在长安无亲无故，又没有户籍文书，着实不易。我们肯定要帮一把的。您放心，我什么脏活累活都可以干的。咱们酒肆生意平平，只怕负担不起多一分的。有了新面孔，生意或许能有起色。不若先试用1月。可是夫君，咱们就这么定了。去忙吧。我家夫人性情冷淡了些，娘子莫怪。啊，不会不会的。方才五娘有一句话没错。我们小本生意本就拮据，有你还担了风险，这工钱嘛，我只能给庞家的3成。3成？3成，是不是有点太少了？我店中尚有一空屋，可报食宿。除了我这儿，只怕没有店主敢收黑工。1兜米是20文，我每日只吃2张糊饼，加1碗米粥，外加1套换洗衣袍。住宿之底我可以自行解决，可否将食宿转成现钱给我？这样每个月再多给我150文，可好？你还会算账啊？我略通文墨，店主可以把算账记账的事情全部交给我，我绝无错漏。若你将这预算盘卖我，我可以1个月给你500文。这个我不卖的，1个月450文。若是同意，我便留下；不同意，那就罢了。
若我说我可以为娘子办下户籍呢？店主跟我萍水相逢，其他店主听闻我的情况都不敢录用，为何王店主如此好心？我这人最爱玉器，你的算盘虽不算名贵，但胜在光润精巧，甚得我心。别人在官府有些门路，若你将这算盘抵我，我愿帮你去打点官差，不出1月，便能办出一份户籍文书。有了户籍，再想找什么活计就都不难了。娘子聪慧，何必拘泥于一个死物呢？我可以将此物递给店主，还请您立下字据。还有，我的工钱可否每日结算给我？没问题，我这就去拿纸笔来。稍坐。多谢店主。二位慢走。这是这桌的。哎，好。五娘，你这头发上有头发沾上灰了。赚了点钱，你这一摔都摔没了。一看你就不是干活的人，伺候人的苦力活不适合你，还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，别在这碍眼了。这些晚钱从我工钱里扣。五娘，我不明白你为何对我有这么大的敌意。我来此处，也只是想赚点小钱养活自己。我会更加努力的干活，希望能够尽早消除你对我的偏见。这是怎么了？牡丹笨手笨脚，把酒碗摔了一地。重新购置器皿又是一笔大开销，此女简直是个赔钱货。夫君，让她离开酒肆吧。我方才都说了，这晚的钱从我工钱里扣。既然牡丹愿意赔偿，就算了吧。她手脚还不干净，这是我从她身上搜出来的，定是白日趁着生意忙碌从我身上偷走的。你怎能信口雌黄？你为何总是针对我呢？夫君，此女贪得无厌，还顺手牵羊，早晚要把店里积蓄败光，万万留不得。真有此事？没有，我好心收留你，你竟恩将仇报。方才明明是他故意撞我，才将这些碗摔碎在地。我隐忍不说就罢了，结果现在又污蔑我偷盗。我这店主可能不会信我，但我说的绝无虚言。我相信你。姑娘，你是想把牡丹逼走，对吗？牡丹来了之后，生意好了许多。你若执意给她使绊子，耽误的是咱们自家的生意。以后莫要如此任性了。牡丹，你受委屈了。店主明事理，将此事讲清楚便好了。接着忙吧。
这王秦夫妇到底打的什么算盘呢？罢了，注意点便是了。等拿到户籍，一切好说。我家郎君要一个人欣赏胡旋舞，各位请改日再来吧。你好大的口气啊！这是你们家开的呀？你让走就走啊？我倒要看看你们家郎君是谁，敢让我走？花鸟使见谅，我这就离开。见谅，花鸟使。接着奏乐，接着跳。花鸟使光临我这小小酒肆，小的荣幸之至。我们这里有雅间，不如花鸟使前去。如此这般，小的这边不好做生意啊。雅间狭窄憋闷，哪有这里宽敞？我家郎君今天要所有的舞姬为他跳，别人不得打扰。你不言不语，是在算能从我这挣多少钱，还是在想如何将我的命取走啊，楚大郎？我与花鸟使有要事相商，请诸位先行离开。姜高，今天被你找到，算我无能，要杀要剐，随你便。哎呀，你们清正社怎么总是这一句啊？连老大也不例外，真没意思。大北他们迟迟未归，果然被你给抓了。你把他们怎么样了？是我派他们去杀你的，你想要解气杀我，放了他们！我要抓刺杀朝廷命官的贼寇，今日就带官兵来了。你究竟想要干什么？短短几年，清正社便能壮大至此，你这个首领还是有点本事的，讲义气，不怕死，会收拢人心。不如带着你的人马还有产业，归于我的门下。我呸！想得美！我绝不做你这等贪官的走狗。你们这急躁的性子还真是一脉相承。是否愿意？你看过信，再做定夺。怎么可能？大北这狗爬的字，谁能仿造啊？你若还不信，明日开元寺走一趟，大北会在那等你。郎君，楚大郎已经与大北谈好了，他们愿意加入。咱们收了这群有志之士，在西市有了自己的耳目，以后许多事情做起来更便宜了。天色尚早，
郎君接下来是要去东市的欢云楼，还是西市的湖人酒肆？要是连续2日都去同一个地方，郎君，他人定会以为你被那泼辣的胡旋儿迷住了。不过是圈转的多些，没什么意思，还吵得慌。去欢云楼。郎君从洛阳回来，嘴里总是念叨着没意思，没意思。到底郎君是觉得这长安没意思，还是长安里的美人们没意思啊？去驾车吧你。店主，以后这么重的活儿，叫我一声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就行，不麻烦店主。你都已来了半月了，怎么还这么见外？是啊，我已经来了半个月了。之前您答应我户籍的事情，如今还没有办成吗？最近流民不少，官府忙得很，还得再过几日。你一个小娘子在长安讨生活太难了，你有没有想过换一个轻松的活法？以后别再叫我店主，唤我情郎可好？我肯定会好好待你。店主，您今日喝多了，今日所说的，我全都没有听到。你如果不愿意做小，我可以将五娘卖了，娶你做正房，以后这儿的家业全都是咱们俩的。绝不可能！你一个连户籍都没有的人，你在这儿装什么清高？这个，我倒要看看，是你的性子硬，还是我的拳头硬？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我同意，我同意，求求你别打了。你早点同意嘛，不必受这番苦啊！我可以做小，但绝不能在今夜不明不白的跟了你。我想你明日在殿中摆上2桌，最起码让街坊四邻都能知道。这有何难？你今夜先在酒窖委屈一晚，成亲前不准离开这儿。明日我叫五娘来为你梳洗。至于这些伤嘛，多涂些粉，遮住便好。走。五娘，你这头发上有……这是怎么了？五娘，你是想把牡丹逼走，对吗？之前你故意针对我，一直想赶我走，实际是为了救我，对吧？想必昨夜你已知晓王庆是何等禽兽了。他一喝醉便要打人，怕影响生意，动手只挑引逼出。若我敢哭喊尖叫，
他便打得更厉害。若非为了我，你也不会添置心伤。我这么晚才察觉，王庆积善伪装，当着外人总是慈眉善目的。别说是你了，就连相熟多年的邻居，也无人发现。牡丹，你不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他之前也曾强娶过其他的女子。什么娶不娶的，不过是骗到手玩弄几人，等玩厌了，就将人送去平康坊。你本有机会逃脱这里，可如今来不及了。来得及，只要你想，永远都来得及。这种夫君，你留他作何用？母娘，你同我一起离开吧。你去报官合离，再也不用受他的压迫了。当初家里吃不上饭，父亲为了史大明的聘礼，将我嫁给了王琴。就是这史大明断送了我这一生。我是他明媒争取的夫人，无论我逃到哪儿，都会被他抓回来，他不会放过我的。我已经被打怕了，我不想再挣扎了。你愿意认命，可我不愿。不认能如何？后院墙高，无处可走。你若穿过正堂走正门，必定会被王琴抓住，到时候又是一顿毒打，何苦呢？穿了吧。母娘，我不想伤你，我求你不要出声，除非我死，否则我绝对不会嫁给王庆。我是王琴的正妻，走不掉的。我已经认命了，你和我不一样，你还有机会，快逃吧！哎，在我这儿。
我你竟然敬酒不吃吃罚酒！我现在就带你入洞法府！不要，快走！站住！站住！快跑！起来！快走！快开！夫人，快跑！起来！你给我回来！起来！起来！救命！九子店主杀人了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九子店主杀人了！谁家娘子？通权私逃！店主杀人了！我要去杀人了！大家帮我抓住他！快帮我抓住他！九子店主，快帮我抓住他！站住！救命！救命！九子店主抢占民女了！救命！救命！站住！娘子，没事吧你？文静表兄，牡丹，看什么呢？啊，听错了。随之莫不是招惹哪家五方里的美娇娘欠了风流债吧？非也，倒是对方啊，欠我严血的重金。哦，到底是什么人，还敢欠你的钱？前些日子呀，在洛阳遇到一奇女子，慧心巧舌，力气秋毫，本想起来给我管管账，谁知啊，人家瞧不上我。当日啊，她为了自由拼死一搏，也不知道有没有过上自己想要的日子。难得听见你对一位女子念念不忘，以随之的手段，何不驯服了她？好好的牡丹迎风绽放，折了便无益去了呀。走了。表兄，怎么了？这是怎么这么狼狈啊？表兄就是他，我去他酒肆做过，他强行扣留我，逼我跟他成婚。你胡说！郎君有所不知，此女是我家桃奴，我这头便是被她砸的，不要听信她一面之词。信口雌黄！我乃国子监主簿，这是我姨母家的表妹，怎会是你的桃奴？看来牡丹所言非虚，你确实包藏祸心。我告诉你，长安法度容不得你造次。你堂堂七世男儿，竟然欺负一介弱智女流，不能轻饶！今天咱们必得给他打一顿，替你表妹出气！哎，不可！他人犯错自有律法裁断，你我断不可用私刑。这样，你去报官，让衙役来拿人。好，咱们围住他，切莫动手啊！来，围住他！不可！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都是误会。牡丹，有些事闹到官府去，实在难看。请您大量，让我一走。你这话是何意？表兄，我也不想再纠缠下去了，我们先走吧。方才因为逃命，所以无法过多的解释。如今表兄已知晓了前因后果，便会明白，我因为户籍所碍，所以无法同王情去见官。你受苦了。刘家做出这等背信弃义之举，真是枉读了这么多年的圣贤书。表妹何离是对的，你清清白白的一个人，怎可与那等无耻卑劣之徒为伍？表兄怀瑾握愚，不像寻常男子那般对女子多有偏见。牡丹十分感激。表兄，牡丹有一个不情之请，不知道可否答应？你我兄妹一场，有什么能够帮助你的，尽管说。因为户籍的事情，我实在难以寻到一个正经的活计。表兄乃是官场中人，不知可否帮我办一个假户籍，让我有一个身份？不可，国之法度绝不可因私而废。牡丹，
若你是有别的要求，我皆可答应。可唯独这个我不能做。表兄还是像小时候那般，规行矩步。是我唐突了，不应该让表兄为难，无妨的。牡丹，你安心住下便好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你，不会让你再受苦了。表兄，从昨夜到现在，我一口东西都没有吃，肚子都有些饿了。怪我，我这就去给你准备些吃食，你等着。牡丹，牡丹，当年姨母因母亲下嫁商贾，姐妹离心，吾不愿表兄为难。若姨母休出于家父，只怕吾会被刘家抓回折磨致死。今日之事，万望表兄替吾保守秘密。来日待吾在长安有了一席之地，定传信表兄，以报平安。勿念，牡丹。也不知道五娘现在如何。日落，看到了吗？秋台玉露开花了。这花蕊花瓣皆为绿玉之色，如此佳品，你竟舍得？此花对我意义非凡，我想将它活当在此，等日后赚了钱，再将它赎回。若缺钱，娘子何不将那颈间的和田柔白玉当了？它可值钱的多。我想要的东西，一盆琼台玉露足可置换。看来娘子至此不为求财，那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一份女护良籍文书。此物该就户部找，我们哪有那个能耐啊？我在长安打听多日了，都说咱们万贯堂有口皆碑，只因不问来者，万无可求。我看到咱们堂中摆着的兽首玉雕，便知道我来对了地方。以万贯堂的家底，摆个玉雕甚是寻常不过。娘子何出此言？可那不是寻常的玉器，乃是唯有皇家可用的俏色玉雕。我无意冒犯，也没有恶意，我乃是诚心求取，日后愿用双倍的价格换回此花，店主又何乐而不为呢？娘子慧眼如炬，这生意倒有的一摊。不过这花，我只接受死的。也并非是我要夺娘子所好，只因这花是活物，
死的我们可以立刻出手，而活的，若娘子还未凑够赎他的钱帛，花儿就被我们养死了，我们岂不吃亏？可我只接受活的。至于店主的忧虑，日后我可以定期来养护此花，绝对不会让它死掉的。这样吧，请娘子随我移步内间稍后。这生意做与不做，我还需得请家主定夺。有劳店主。娘子请。房中并无熏香之物，这幽微的香气从何而来？何人在笑啊？哎呦，难得见到如此妙人，娘子，这乃天选之子呀！好好说。娘子心明眼亮，又工于养花，若是不留在我堂中做工，岂不可惜了呀？万贯堂的家主，果然如传言说的那样，神秘莫测，声音飘渺，有如谪仙，定是声如其人，人美心善，定不会为难奴家的。这单生意，先不忙说，我对你这个人可是感兴趣的很啊！奴家不过是微末小卒，家主这是何意啊？良疾没有，奴疾满箱。娘子啊，从今往后你便留在我这儿吧。奴家我呀，不值什么钱，反倒是这琼台玉露，是千金难求。既然咱们今日第一次见面，不如就先谈谈生意如何。站住！口为发。花鸟使，良机不要了。方才是你在这儿装神弄鬼啊？什么叫装神弄鬼？分明是你闯入我的店。怪不得这万贯堂何物都能换，何物都能买呢。原来你是这幕后家主。可是朝廷明文规定，这为官者不是不得从商吗？进得了别人，进不了我。至于你，直接扣下就好。哎，将军您知道的，我向来都是守口如瓶，还是不要开这样的玩笑了。不过方才我在那个屋子里，是哪个女鬼？是哪个女子在吓唬我啊？听着可不像是云店主的声音。方才那人是川渝啊。我的侍卫技多不压身，小小口技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何娘子啊，我们家郎君只不过是想逗逗你，你这下手也太狠了。得罪了，误会一场。我刚刚以为这个店是个黑店，这还好屋子里有盏茶，不然我就将我头上的簪子拔下来，直接捅进去了。啊，郎君，我为了你可差点丢了一只眼睛啊！哎呦，不行，疼！何娘子啊，我这眼睛恐怕是被你烫坏了。是，
凉茶都能给你烫坏了。接着演。嘿嘿。咱们万贯堂最看重稀有二字，这琼台玉露是我跟母亲培育的新品，也算是稀世珍宝了。用20盆这样的花换1份良级文书，将军，您这是不是太黑了？是你有求于我。良级文书亦是千金难求，除了我这，你找不到第2份。将军，与你活当，欠的花可日后补上，已是格外开恩了。要不是我姨母不是来京做客，她又是爱花之人，我可不接这档生意。别忘了，展小人的谢礼你还欠着呢，20盆，不多。不瞒您说，将军您前脚刚走，这刘家就翻脸不认人了，家庄没还，还派人暗算。我这才身无分文的逃到了长安。要说这展小人，展的也不算是尽善尽美。要不然您好人做到底，10盆如何？你逃出刘家，不回自己娘家，千里迢迢跑到长安来做什么？我不想让父亲为难，更不想让他牵扯进来。既然我自己有手艺，为何不能自力更生呢？胸怀大志是好，只可惜手法稚嫩了一些。你出逃之人，就算换上了假户籍，就不怕被家人寻了过来抓回去吗？能自有一日，便一日吧。还望将军能高抬贵手。这便是我抬的贵手，爱签不签。春雨，我没说不签，我没说不签，我这就签。不过户籍未办妥前，我还不能写名字，我先按上自己的手印吧。您看看。行了，明日此时来取货。你跟着我干嘛？我上次为了办户籍，把我的一把预算盘都赔进去了，我这次可不能再有任何的闪失了。防着我还要说出来，你到底是怕我还是不怕我？啊，不，您上次帮我打赢了官司，我自然相信您不会害我的。那你还跟着我？我这不是怕您公务繁忙，一时把这件事情忘了吗？我就默默地跟着您，您放心，我绝不多言。不说话？不说话，您就把我当成一个环佩吊坠就行了。我出门带这么多吊坠，我沉不沉啊？罢了，再不让你这个吊坠开口说话，你都要憋死了。多谢将军，
其实我呢，只是有一事不明，这办户籍不去户部，为何来这五方啊？户部郎中每日下乡，都会来此寻欢。若不是你逼得紧，我又怎会这么急，跑到这里来盖官印？这不是想着早日办妥，我也好早日安心吗？自然也是想让您能够早日清静一些啦。这五方都是男客，你也不会觉得不自在。嗨，反正这里也没有人认识我。我不算人吗？您在我的眼里那是能下金疙瘩的财神爷，不算是凡人。巧言令色。郎君，按郎君的吩咐都办好了。这摁了手印的欠条，也该签字了吧？这衙门果然是您家开的，将军这手段，这速度，奴家十分佩服。蒋小花，可还满意？满意，满意。您看看，收起来吧。走，起来，走，走。敢忤逆我啊！擅自放跑我的人，不给你点教训，你别忘了谁是你的天！今天我必得把你卖了，你识相点，再闹我打死你！曾经王后，你让我做什么我便做什么，别把我卖进这里做武姬！别把你卖了，走！走！不要！不要！多谢。谁打我？谁？走，去看看。起来！走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大家快来看，有人放法器！母娘，牡丹，房晴，我之前已经饶过你了，变本加厉。母娘何罪之有？你竟然要卖他！这无能的废物才会拿自家的夫人撒气。你别以为你勾搭上那个主簿，我便怕你了。如今你还不是只身一人沦落至此？我的人，我爱如何处置就如何处置，跟别人没关系。走，你起来，你起来，你起来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欢云楼开门做生意，如今是不收新人了吗？你的夫人可是良籍，当然是良籍，良籍不可买卖，点妻更是犯法的，你不知道吗？禽兽不如之人，多说无益，拖出去报官，别脏了欢云楼。是。哎，行，我不卖了，不卖了。多谢牡丹，谢谢，快起来！多谢贵人，多谢，多谢。干什么？我带他回家呀。
五娘啊，你还一片痴心救人呢，可是人家能耐得很，哪需要你出手？别人管得了我卖人，管不了我教训婆娘。快随我回家去，到了家我定好好待你。走，五娘，走，五娘，走，走。等一下！五娘，跟着我，怕还会吃苦，但我向你保证，绝对没有人再敢欺你辱你。你可愿意同我一起生活？你怎样才能放过他？给我10贯，我立刻写休书。好，我给你10贯，我要你写和离书。行。五娘，五娘，等着我。云店主，我将此玉抵给你，向你借10贯钱，利息按照你们的规矩收，可以吗？自己都快活不下去了，还有钱救别人？你之前不是说，此乃王母所赠，我到万不得已时，不忍离身，见谅了。你可当真想好？这王琴就是个畜生，若是五娘被他带回去，定会被活活打死的。此玉是你母亲留给你的，不能当。此玉再珍贵，也没有人命重要。母亲在天之灵定不会怪我的。店主，我将此玉抵给你个人，等来日我赚完钱还是要赎回来的，可以吗？我愿借你钱帛，无需利息。店主仗义疏财，我感恩于心，但规矩不可坏。拿着。林店主，拿着。等等，你们的账算完了，云店主的账也该清一下了吧？花运楼一花一草皆花了大价钱，外人闹事踩坏了东西，云店主可别忘了让他赔偿啊！方才一时忙忘了，多谢郎君提醒。黄晴，你采获这株牡丹叫做朱颜，市场上卖1株少说要1000文，这个泽兰少说也要卖800文。这什么花值这么多钱？你休想蒙我！这些花何价？你去市场上一问便知，哪能蒙得了你？你就算是报官，也只会多不会少。这些采坏之物算起来，至少也要20贯。你这里面都不够赔的，还缺10贯钱。林店主，剩余的钱你看看，要他如何赔偿？岂有此理！你们这是薅我坑我的钱！这是你撒泼的地儿吗？既然没钱，没关系，打你1拳抵1贯，打够10贯，就算你赔完了。你们这是仗势欺人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
我气谁了？我皮娇肉嫩，打人这种事，段誉，是。啊？哎！川渝，你没吃饭吗？这拳力道也不够啊！芸娘怎么也学起她来？要当活菩萨？郎君可知，这便是女子间的道义和情谊。五娘，怎么样？我本还有些忧虑，但见你在这样的破败之所，人可以将日子过得很好，便什么都不怕了。人没有了自由，才是最可怕的。来，吃果子。五娘，你看，好美的落日啊！这么美的落日，照着琼楼玉宇的皇家士族，也照着破落残垣的平头百姓。这么看来，此时此刻的我们，跟他们也没有什么不同啊。而此时，我都在忙碌，从未想过抬头看一看。牡丹，你便如同这照亮我的余晖一般，你又何尝不是呢？你明明那么怕王琴，却一次次的提醒我离开。明知道助我逃跑会遭受毒打，可是你还是为我撑起了旧痛。五娘，你比你认为的还要勇敢，还要善良。就是因为你当初救了我，我今日才能救下你呀。都过去了，过去了。我们认识这么久，你还没有告诉过我你的全名呢。自出生起，爷娘只唤我做五儿，我并没有一个正经名字。你能帮我取一个吗？好啊，今日是你的新生，应当起个好名字作为彩头。等我。我希望你可以万事胜意，一生无忧。不如就叫做胜义，胜义，秦胜义，
如何？我虽不识字，但万事胜意，情胜意。我很喜欢胜意，情胜意，情胜意，胜意，胜意。寻找活计这些日子，不是处处碰壁，就是遇到像王晴这样的歹人。若是我们想安身立命，就得自己当店主，这样才不会被克扣、被算计。我除了酿酒做菜一无所长，咱们还是女子，您行吗？小娘子看花吧，亭亭玉立的鲜花。我们再看看。那小着回来买上一盆。好嘞。看花嘞。你看，女子怎么了？他们男子能做的，我们亦能。你都不知道，王晴的酒肆都是靠着你忙前忙后，你太能干了。我也是啊，我有看家的本领，那便是养花。长安这么大，机会这么多，早晚咱们能闯出一番天地。不过眼下咱们一无所有，得多寻几份工，多赚些钱。待到10月，若是本金攒够了，可以采买一批牡丹种苗，到时候自己开铺子。那这几个月我应当学得会种花养花了。哇，这家的紫色牡丹开得可真美，这是名品吗？蒙烟紫，少说要卖1000文呢。这么贵？哎，咱们要不要问问他们是否招工啊？能把名品牡丹照料得如此之好，想必是不缺好花匠的。看看那家。也好看。咱们已经快把花市转遍了，你也夸了好几家的牡丹，但为何都不去自荐呀？你看人家把牡丹养得那么好，哪里还需要再招工啊？再看看。去那家看看，见机行事。好。二位娘子，我这花啊是整个花市啊最便宜的了，您二位啊来着了。可以看得出，多少钱一株啊？50文。50文？可你这花比旁人家的怎么小这么多？这花啊就是这种品种，娘子呢可以先买上几株，这含苞待放的。回去之后呢，种在自家院中，等着它慢慢开花，这满园春色呀，能赏一整季呢。你别哄我了，你这个是 M 丹吧？这 M 丹茎矮根短的，肯定不好养活。这上面的花苞至少有1半都开不出来，即便侥幸开出了几朵，也都是像这样残败萎靡的。娘子既然这么懂，爷爷来这儿一问，恐怕不是买来自用吧？娘子这样，如果您啊买的多，咱们这价钱好商量。我是开糕点铺的，想买一些便宜牡丹，借清香跟颜色。你这些花从哪儿挖的？若是我10日购一次，你供得上吗？供得上，供得上啊！我这些花啊是从京郊清凉山上采的，虽说离城中不远，但是呢，山里路啊崎岖陡峭，去那儿采摘的花农又少，只有我这一家啊采摘这个矮牡丹。二位娘子，要多少株啊？那我们回去商量一下。你这样，等我们商量好了以后再来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哎，娘子记得一定上我这儿买啊！哎。刚才那家的花养得并不好，你为何不问他是否招工，反而套他的话，问花是从何处挖的？那个人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的花商，多半是靠山吃饭的农户，挖到什么卖什么，不会一直经营此生意的。我本来想先攒够本钱，没有想到今日让我们遇到此良机。沈夜，这店主从今日起，咱们就得做起来了。
这矮牡丹在此处不值50万，但是我有办法将其养得更好，卖得更贵。你看这花市中，除了他家，无人售卖此花，这不正给咱们大赚一笔的机会吗？啊，牡丹花天然长在山中，我们若去挖了卖钱，连本金都不需要。这可真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。没有那么简单的，此花花苞小巧，不讨人喜，咱们得购置花肥，将花苞养大，让每个骨朵都开出花。寻常人家的院落不大，若是亲自种植，又麻烦还容易死。但是此花花根短小，正宜做成盆栽，这样既降了单价，又能省地方。好是好，可咱们连温饱都成问题，如何采买花肥花盆？要么还是先做几个月的工，先攒点本钱再说。矮牡丹的花期有限，这商机更是可遇不可求，若是错过了，就得等来年了。我想到了一条去财神爷家的路，倒可以一试。将军，我这里有一桩稳赚不赔的好买卖，要不要听一下？没兴趣。哎，这可是一本万利的好生意，你看看吧。出资100贯，2个月之后呢，这100贯就变成1000贯。若是把这生意做大了，这1000贯最后就变成一个个金饼了。画饼充饥这套我可不吃，先把欠我的19盆花拿来。若是把盆栽牡丹的生意做大了，日赚斗金，我也能尽快还上欠将军的那些花了。看看吧。高谈阔论我也会，你这笔账只是空想，毫无依据。你还是换个人骗吧，恕不远送。没有骗人，将军再看，将军蒋财神，将军要不要再看一下呢？川爷也在啊。蒋小花，本官为你改名，就是希望你重新做人，淳朴一点点。再造之恩不谢，还对恩人骗钱耍赖、榨干抹净，这可不行。我同恩公一起赚钱，就是正在报恩啊！您不能因为我欠着您的钱，就对我的手艺跟能力产生偏见吧？古语有云：“星火燎原”，多好的生意都需要本钱呀，是吧？您再看看，再看看。哎，真当这是自己家了？越发的无赖了。让一下，将军您忘了，当时咱们约定好了，今日我本来就是要照看这琼台玉露的。这几日雨水多，此屋呢通风不错，可是光照不足，不如将此花移到蒋府，找一个朝南的屋舍安置着，这样待你姨母前来的时候，就能看到此花盛开了。别人都是风流郎君翻窗会佳人，你却是为了一株花，当真是个花痴啊！我翻窗为了花，亦为了他。这牡丹价高，能买得起的非富即贵。长安的寻常百姓家可没有买牡丹花的习惯。川渝所说的真是低价牡丹的商机。这长安的百姓有谁不艳羡牡丹的华美啊？可是看得见买不起，更是无地栽种。而我要卖的这矮牡丹，长于荒野，植株精巧，若是做成物美价廉的盆栽，定是备受欢迎。如此成本低、利润高的天赐良机，将军忍心错过吗？牡丹可是有花期的，春日一过，你所谓的商机便没了。我正是要趁这个春日大赚一笔，攒些家底。至于花期嘛，40芳华取之不尽，牡丹下市了，我还可以卖别的花。将军，您见过我的手艺，我定不会让您亏本的。你这生意是走的样，你就一双手，怎能料理得过来？何况，上哪儿寻这么多的矮牡丹呀？无论是10株、100株或是1000株，只要能够赚钱谋生，我一人可以当10人用。况且我现在还有帮手，而那野生的矮牡丹在清凉山上四处可寻。
蒋君若是不信，明日我便可上山采花。清凉山险峻巍峨，你不会功夫的女流上不去的。一座山而已，有什么上不去的？届时您看到了花，安下了心，咱们就将这生意的契约一签，击掌为誓，一言为定。用我帮忙吗？不用不用。水滴清月色浓，流淌成炙热长河。欲言未须红尘过，芳华自定如漂泊。蓦然凡尘锁，七岁素颜忘采，笑看风雨泛尘埃。花开应傲骨，迎天色，不凋落，莫负流芳斑驳。我照你说的，拿晒透的新鲜牛羊粪做的底肥，这3盆又添了灌溉肥，肥与水的调配分别是3成半、2成半和2成，石根果然都壮实了不少。很好啊，来，声音你看啊，这第一盆呢有些许的烧根，这第3盆啊，你看这主根粗了不到半寸，这是第2盆，这是主根，主根壮了，还长出了侧根，只是尚未抽芽起苞。来，我们先把这个放回去。好。你记住，取第1盆和第2盆期间，按照肥跟水3成来做灌溉肥就可以了。那这般施肥，是不是很快就能开花了？不急，我们将这些花啊搬到太阳底下都晒一晒，等到入叶了再搬回室内。只是化肥之际需要动动根，晚上恐怕我们没有办法烤火取暖了。没事儿，矮牡丹娇贵，自然是我们迁就它了。好，若是夜里冷了，我们姐妹2人就抱着一起睡。好。小雨了，你醒了，声音。花怎么样？既然你醒了，那咱们一起去看看花吧。来，还好没太淋到。盛一，这花儿成了。
成了。生意，知道吗？牡丹花大多都有雅名，如凝烟紫、琼台玉露，或是形容颜色，或是形容姿态。不如我们给这矮牡丹也取个名字吧。我不通文墨，不懂什么漂亮话，但我觉得这花虽小，却香气浓烈。你看我忙了这一日，这袖上都沾染上了香气，闻着叫人舒心。等着，你看啊，馨香迎怀袖，不如就叫它怀袖。香，怀袖香。这个名字既指其花中小巧，足以藏入袖中，又赞其花香宜人。皇家士族多喜熏香，如今有了这怀袖香，贩夫走卒亦享受得起这风雅趣致了。至少有这几百文啊！是啊，是啊，从未听说过牡丹花还有怀袖香这一品。但凡是牡丹，都开在花园里边，老大一簇。你这盆栽大小的，能开花吗？不是买个单皮吧？大家放心，出门在外做生意的，诚信为本，说80文便是80文。生意。都是货真价实的牡丹，株株花开灿烂，哇，真漂亮！大娘，来，小童，你上前看一看，这是不是牡丹呀？对。怀袖香虽然个头小，但是颜色跟花型都是无可挑剔的花中之王，其香更是别具一格。闻闻，是不是？还真是牡丹呐！还是矮牡丹，真香！居然能开花，花势还这么好，真是奇了。不光这名字换了啊，就连这个品相也改头换面了。之前那个矮牡丹呀，又小又丑的，还要50文。如今这个焕然一新，花朵繁盛，尽才80啊！此花栽培不易，卖空便撤摊。大家有动心的莫犹豫啊，先到先得。我先来2盆，我先来2盆。好，我来1盆。我也来1盆。买了多能便宜吗？可以。我想订10盆，别人能补货吗？当然，想订货的来我这里登记，3日内补齐。好。拿吗？来，留对不起啊。我买一盆。快，我要订10盆。10盆。订货的来找我啊。明儿是不是能补货了？3日之内补齐。好。果然吃了副药，风寒好多了。你也切不可大意啊！这碗煎好了，别忘了喝。好，我一会儿就喝。没想到卖花竟比卖酒还要赚钱，今日这才第1批，再过几日，咱们能赚上100贯。不过把这9分利益还，也不剩多少了。生意，不如咱们先租个宅子吧。可欠花鸟使的利钱还没给呢。不着急，还没有到月底呢。这生意的前期啊，就是花钱的时候，需要置办更多的花还有工具。我算了下，刨开这些花销，足以另个屋子了。长安地价贵，另屋是不小的开销。
咱们刚开始做买卖，会不会太奢侈了？此屋地势低洼，又靠着河边，湿气实在是太重了。而且这一下雨啊，房顶就漏雨，时间久了，这牡丹花肯定受不了。再说了，就算这牡丹花受得了，我也不忍心让你跟着我一起受苦。人若是病了，赚再多的钱也无福消受。只要咱们2个人齐心合力，早晚有一天可以把这些钱全都赚回来的。